YouTube，我们今天来聊聊 Apple 新推出的 iPhone 15，在9月12号推出了新的 iPhone。这支新的 iPhone 15 Pro， 它厉害的事情是它推出了钛合金的机身。苹果它是非常知道说它自己是为谁推出这一支 iPhone 的。以15这支手机来说，它的机身是使用钛合金来制作，它的萤幕的边框也变得更小，它更好的握持，它完完全全都是为了那一些年年会换新 iPhone、会用裸机使用 iPhone 的用户来推出这一支 iPhone。但你如果是装壳，或是不在乎萤幕的大小的话，不在乎那么一点点的 refinement 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次 iPhone 好像还好，所以它对于年年会换新的人会非常的开心，非常觉得哦，我这次一定要换新。但是对于一般的使用者，装壳的使用者来说的话，应该是还好，把这个使用者区分的是非常清楚的。你如果是有保 Apple Care， 每年都换新的话，这次的15是非常值得升级的。那我们继续看下去，这次它把以前不锈钢的机身直接换成了钛合金的机身，这总共可以把 iPhone 节省了19克。裸机在使用的时候，在你的手上会觉得轻蛮多的，但是你如果都带壳的话，其实就是轻一点点，舒适性提高一点点，一丢丢。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其实还好。静音键这个设计，我觉得是非常好用 ，iPhone 独特的设计。如果常常使用的人，他就会有肌肉记忆，是往上或往下扳，说马上就可以调一下就静音。这个使用是非常方便，在紧急的场景是非常棒的。但是如果有时候我们要确认的时候，我们都还是要把我们的 iPhone 转一下，看说它到底有没有静音。如果你不是肌肉记忆的话，你其实不太清楚。这次它就把这个按钮变成是跟上下键一样，把它变成是一个直接按下去就可以按的按键。再来，苹果提到说它的相机又有大升级，主要是对于望远的这一颗 Pro 是有3倍的望远镜头，而 Pro Max 是有5倍的望远镜头。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主要都是用主镜头。那这次的主镜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升级。这次的处理器呢，从 A16 提升到了 A17 Pro。我们看名称好像提升了非常多，但实际上还好。看一下这次的钛合金的钛色，那这次有人说是灰色，也可以说是纯色的钛。那旁边是用拉丝的这个纹理，就像之前所推出的 Apple Watch Edition 的钛合金版本是蛮类似的，跟 Apple Watch Ultra 还是有点不一样。Apple Watch Ultra 是原色，而且没有这种拉丝的处理，所以可能在明年 iPhone 16 Ultra 出来的时候，它可能会是没有拉丝的处理，就像是Apple Watch S7 的钛合金 Edition 版本，那隔一年 S8 就会推出 Ultra， 所以有的人如果不想换的话是可以等一下的。这次全新的动作按钮呢，就跟 Apple Watch Ultra 是蛮类似的，就是你可以点一下，那你可以在不同场景的时候设定不同的功能。但苹果还没有把它的场景跟这个 Action Banter 做一个绑定，我是希望说未来可以做一个绑定，就是我在不同的模式，我可以绑定不同的 Action。比如说我现在在读书模式，我可能就会是按一下就马上录音，或是我是记者，我想要录音，或是采访模式，我就直接按一下，然后它就开始录音。当我换到录影模式或是 YouTube 模式的时候呢，我可以按一下，它就立即的跳到录影里面去做这样的动作。下一次你要做不同动作的时候，你还要到设定里面去调。我现在我要录音，或是我要开闪光灯。那我觉得这个功能是蛮方便，就提供了更多软体，还有可制定性。那对于使用者来讲，我觉得是好玩一点点，但这个不是一个主要的升级点，因为它使用了钛合金，所以它变成是历来最轻的 Pro 机型，那是轻了19克。但是有一些传闻提到说，因为它放弃了不锈钢的这个钢材，而使用了钛合金、钛金属和铝合金的机身的 Fusion 的技术，所以在强度上没有像之前不锈钢那么样的强，会造成的一个问题是说，我们一般的使用者，或是想要把 iPhone 使用3年到5年的使用者，或是暴力的使用者，在使用这支 iPhone 可能没有以前那么耐用。那苹果当然就是要把它做的没有那么耐用，所以你才会去买它的 Apple Care Plus。那这样子怎么摔都直接用 Apple Care Plus 就可以直接换。邪恶的资本主义。不过我觉得平常你如果裸机在使用的话，我觉得你如果有 Apple Care 或是你小心使用的情况下，它的体验是更好的。所以苹果就是要慢慢朝这样的事情是，你持续的愿意年年换新哦，持续的将这个 iPhone 体验越来越改善。当然你如果钱够多的话，这当然都不是问题。
但我们都是希望说，一只 iPhone 是可以买了，可以用2年至少到3-4年这样子。那以耐用度来讲，我觉得这次 Pro 可能没有像之前那么高。好的，那这边呢，他有提到说，他这次的主镜头是4800万像素，但去年就已经是4800万像素。那今年是有在软体上面去做一些更新，主要都还是在相机上面去做提升。去年就已经是在相机上面说，我可以用4800万来做 Pro RAW， 但是今年比较可惜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它在录影上有做更大的提升，简直太叫我失望了。这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部分，因为我主要都是拿 iPhone 来做录影的这个功能，这次没有提升，就让我觉得，就真的是需要升级 iPhone 吗？因为我觉得 iPhone 是一个非常好的录影设备，但是这次却是没有升级的。这边有提到说它的2400万的拍照，那它是依照原本的1200万的这个 Fusion 的技术，然后在后面再加一张 Pro RAW 的4800万，用1200万的照片跟4800万再去做比对，然后合成一个既有细节又有 HDR 效果的2400万的画素。那再来呢，它的裁切又变得更聪明了，它透过裁切还有运算的方式，可以做到有7颗专业镜头的方式。这个摄影模式应该是蛮好玩的，之后要来实测看看才会知道这个 Apple 这个软体的功力做出来效果到底好不好。之前我们 Portrait Mode 就只能选 Portrait Mode， 然后我们去拍照了以后，我们就必须要去决定说我是拍哪一个人。苹果可能发现说有很多使用者他拍 Portrait Mode 的时候他选错人，或是他没有侦测到对的人的情况下，那这次他做的改进是，你可以拍完了以后，你事后再去对焦第二个人啊，或是狗狗等等之类的，可以把照片再救回来。这样子的设计就比较像是光场相机，是你可以点任何地方，它都可以对焦到那一个地方的相片。但不太一样的事情是，它把一些比较强烈的 interest point 把它抓出来，比如说人脸、狗狗的脸，那不是那么样的不是完全完美的光场相机，但是我觉得对于使用者来讲，已经非常非常好用了。那这次最厉害的提升当然是 Type C， 它终于把 Lightning 给换掉了。原本我们听 rumors 听一些传闻在说，可能是会有提供 Thunderbolt 的功能，那这个40Gbps 的线是没有看到的，它这一次提供的是 USB 3.2， 也就是10Gbps 的这个功能。非 Pro Model 的版本呢是没有这个功能的。要最新最好的功能，你还是必须要买 Pro。USB-C 在 Android 很多机器都已经完全都有了。苹果提供了一些新的玩法，比如说他说他的ProRes 4K 60帧可以用外露的 SSD 去做录影。对于 Android 的使用者来说，对于只用苹果的使用者来说，我觉得可以外接 USB 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提升，而且你用线在传照片的时候，它是20倍快，我觉得是还不错的一个提升。那以前我们其实就已经有 AirDrop， 但 AirDrop 的速度我觉得这次没有提升，我觉得蛮可惜的。道路救援功能，我觉得这个14其实就已经有了，那很可惜的是台湾目前还是不支援这样的功能。那这次 iPhone 15 Pro 和 Pro Max 呢，在9月15号8点可以提供，大家要赶快去抢。那9月22它就会开始陆续的把这些机器寄出，或是你到现场去领货。这次有总共4个颜色，就是有黑钛、有白色钛金属，还有蓝色钛金属，还有原色钛金属，都是使用 PVD 这样的工艺，用蒸镀的方法去对这些颜色去上漆。当然还是在耐久性上面呢，这些颜色可能久了以后都还是有掉漆的可能性，而原色的是比较没有这样子掉色的可能性。这次 iPhone 呢，它有提供光追的功能，那他们是非常强调说，像原神啊，各式各样非常好的游戏，3A 大作都可以在这支 iPhone 上面来跑。但是我们现在是9月，这些大作都必须要在明年初，就1月多或2月多才会发售。那这样子对我们购买这支 iPhone 15就会有一些疑虑，因为我们不知道说，这些游戏在我们手机上面跑起来会是怎么样的。对我来讲，我是拿这支 iPhone 来做拍摄还有录影的功能，游戏对我来讲没有那么样的重要，因为我如果要玩游戏的话，我就直接买一个 PS5， 接上大萤幕，就直接这样子来玩就好啦。我不是一个手游的客户，而对我来讲，我是觉得，iPhone 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录影工具。比较可惜的是，它没有提到太多在录影上面的提升。好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设计的部分。这次的大小还是就是6.1和6.7寸，它是坚固与轻量的钛金属，但也只省了19克。
所以我是觉得轻一点点还不错啦，对。但是就跟一般铝合金机身比起来有更好的强度，但是有差异那么多吗？我觉得就是提供一种高级感。但是我觉得当苹果在卖一只手机是跟你讲高级感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经验，就是 iPhone XS 这个 iPhone XS 这一代，2018年的这一代，就是销量会蛮差的。因为我们大家买科技产品是希望它效能提高非常多，它的功能是非常好的，而不是一个精品，像是这样它电镀变得很漂亮，整个机身很圆滑，就消费者不会因为这样买单，而是消费者会因为你的晶片很快，可以提供更多的效能去解决它更多的生活问题，大家才会买单。这边他有提到说永远显示和 ProMotion 这一些技术都是14就已经有了，15就还是一样啊。那这次的钛合金真的是很漂亮的渲染度，我觉得看起来真的非常非常好看，但是以往 iPhone 的 bling bling 的这种不锈钢的亮感就有点不见了，像这种蛮亮的这种色泽就已经不见，是越来越这种雾面的这种质感的感觉。那所以这次的桌布呢，配合这次的钛金属、钛合金，它就变成是这种粉粉的这种的样子。那好不好看呢？看各位觉得喜不喜欢。这边我们更仔细的提到动作按钮，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功能？首先是它可以来切换响铃、静音，这是以往只能做到这个功能，现在是你可以比如说像是快速取用相机、手电筒。那相机我们其实右下角和左下角相机、手电筒都可以做到，但是我们可以去选说，我其实可以按这个 Action Button， 我就是直接要录音，而不是拍照。然后手电筒我觉得其实是不太需要，但是 Voice Memo 就是录音的功能，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就是你按一下就开始录音，再按一下就暂停，再按久一点就直接停止录音。那这对于就是有时候你听到某些东西，或是你想要及时的把重要内容录下来，我觉得是蛮重要的。那你录音下来以后呢，你之后再用一些网络上的 AI 工具，你可以把语音的文字再把它取出来。我觉得这在生活上面是非常必要而且需要，就因为你因为有时候你想要马上录音的时候，你只有0.5到2秒的时间，那就直接按这上面的按钮按下去，然后就开始录音，然后暂停，然后再继续录，再按久一点放掉，这个是非常方便。专注模式、翻译还有放大镜的功能，我觉得之后才可以来试试看说这个 Action Button 用起来好不好用我是觉得这个 Action Button 在某方面来讲，我是觉得苹果是有点偷懒啦，因为这个 Action Button 在制造上或是制造这种高品质的感觉，其实是不太好做的，是一整只机器里面最难做的一个按钮之一。但它现在就是把它变成 Action Button 以后，它就可以减少它制作的工艺，而且有可能是在钛金属在这么小的这个空间里面，它的强度做起来没有像不锈钢这么强，它没有办法做到像不锈钢这样子小小的一个 Action Button， 它有可能钛合金的这个强度没有不锈钢那么好，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苹果一个 trade off， 我觉得是它有点偷懒取巧的一个做法。但我们就来看看说，到底使用者喜不喜欢。这次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A17这一颗晶片，我是觉得去年应该要叫 Pro， 而今年不应该叫 Pro。去年应该叫 Pro 是因为它的效能提升是蛮多的，还有120赫兹，我觉得是可以叫 Pro。但今年的 CPU 只有提高10%，而 GPU 多了20%，那这20%其实只是来自于5核心变成6核心的一个提升，就是6除以5等于1.2，所以这个20% 的提高，基本上 iPhone 就是慢慢的在挤牙膏，而这个挤牙膏是从4核心到5核心，还有5核心到6核心，这个的倍率是递减。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那我们非常希望说高通可以拜托追上苹果，可以超越苹果。我觉得竞争是好的，就让苹果可以推出更好的产品，让大家可以有更好的东西用，而不是说让苹果我有3奈米的产能，其他人没有，那我就可以为所欲为，慢慢挤牙膏，大家都会买单。我觉得这是不好的。那也拜托剪映赶快推出在 Android 上推出有 HDR 功能的剪辑功能，这样子我才可以切换到 Android 上面去。有 HDR 的剪辑功能，我就没办法切到 Android 上面啦，我还是必须要 iPhone 来做我简单的影片的剪辑。他有提到说他可以玩这几款 Resident Evil Village、Resident Evil 4、Death Stranding、Assassin's Creed Mirage 这些主机游戏，但是我不玩这些游戏，所以对我来讲没什么吸引力，我不太玩电动的人，所以我觉得还好。而且重点是它要明年要半年以后才会有这样的功能，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feature， 而是你不应该跟我讲说你还没有做好东西，你就把它当成一个 feature 来卖，这对我来讲没有吸引力。你要准备好了，你已经推出了，已经在当下就可以马上玩，甚至是送我们玩，而不是说你要明年1月才推出的时候你还要自己付费，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
A17 Pro 有一个蛮不错的地方是它有提供 AV1 的解码器。那这 AV1 的解码器以苹果的处理器的速度来看的话，它如果在 A17 Pro 有推出这一款解码器，可能就是 M3 或甚至 M4 要大概一代或到应该是 M4、M5 才会有这个 AV1 的解码器。那之后苹果也会用这个 AV1 的硬件解码器来做MacBook 上面的加速啊等等之类。但是这对于 iPhone 来讲，我目前没有看到任何应用是需要 AV1 的。我觉得它放在这里面就只是让开发者可以使用到这个 AV1 的加速器，或甚至让剪映等等的剪辑工具可以先在iPhone 上面去做一个测试，之后它在它的 M3、M4 处理器的时候直接使用的时候，它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硬件的加速。但这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来讲，目前没有看到什么太大的优势，或是苹果是在因为 YouTube 它现在慢慢都跳到要 AV1 的串流，可以帮营运商省流量和解码这个部分，跟 YouTube 或是跟 AT&T、T-Mobile 和 Verizon 这3家电信商可以在流量上面有一些节省。那这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你只要体验上没有做太大的差别，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对于电信商来讲，它可能可以省非常非常多数据的钱，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用 4K 在看影片，那一个解码器它可能可以省50%到1倍的流量的钱。那这对于 YouTube 和营运商来讲，都是可以省非常非常多的钱。那这次蛮厉害的事情是，它在晶片里面就直接整合了 USB 的控制器，但有点不太知道说为什么这个控制器一定要整合在晶片里面。但有一个功能是说，它可以直接连 USB 线连到 Mac 里面去做外录的这个功能，所以苹果可能想要把这个功能是锁在只有这颗晶片才可以做到，所以它把它整合到他们的 chip 里面，那就是苹果想要做的 things that only Apple can do further in ways only Apple can， 就是你有3奈米，然后又可以把 USB3 整合在晶片里面，它可以把很边缘的晶片把它整合进来，而且非常省电。那其他厂商如果 Android 的厂商，他们的 USB3 的晶片可能都是比较落后的一些14奈米啊，或是7奈米这样子，那它的功耗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像苹果一样那么省。那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把这个晶片整合在里面，它的 ISP 跟它的 USB 晶片是非常非常近的，所以这么近的情况下，它可以有办法及时的把相机的讯号透过 USB3 外传出来。那这个技术呢，可能是专业的一些相机他们可能是有的，比如说像 Sony、Canon 还有 Nikon， 他们都是有这样的技术。但他们为什么录一录都会有过热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可能还是在用28或14奈米的这样子的比较落后的制程节点，而 iPhone 它可以录，而且都不过热，而且可以一直录下去，因为它有把这样子的边缘的晶片把它放在用3奈米做出来，那就是一个只有苹果可以做的非常专业的一个技术。因为去年苹果才刚拿到这个4800万的镜头，那它的做法就是说，我一般的使用者我还是把它开1200万，然后4合1，然后直接来做使用，4800万就把它变 Pro RAW， 还占很多的空间。那今年比较像是说他们的 Image Team 有去对这个功能有做更多的玩法。那他们做法就是因为在拍一张照片，你的速度是蛮及时的，所以它就是运用它之前的 HDR 把它做成一张照片。那后面呢，它这边是把 Pro RAW， 它等于是拍2张照片，把频宽拉大，拍2张照片，它去做比对，压成一个2400万，既有细节又有容量又不会太大，然后有很好 HDR 功能的一张照片。For rich details. 那对于一般的 Apple 使用者来讲，不必想太多，他只要拍我就知道这是2400万，又有细节又有所有的功能，存储大小又不会太大，对一般人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和调整。真正创新的硬体点是在 Pro Max 这个机型上面，它做了一个5倍光学变焦。那有的人是说，5倍光学变焦跟 Android 是不太一样， Android 是有潜望镜头的，而且可以做到20倍，而且更多的。但是我们去看 Android 的这个潜望式的变焦，它的问题点是它的大小占据手机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体积，它可能要占到一个这么宽的一个空间，它的很大的空间和厚度都是专门来做潜望式的镜头，而且再来是它折射进来以后呢，因为它的 sensor 是立着放的，所以它的 sensor 的大小是不够大的。Apple 这次厉害的事情是它透过一个非常厉害的棱镜设计，它可以在里面做4次的反射，在下面这边还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防手震的功能。那这对于录影或是放长焦的这个功能，其实是一个蛮困难的
的工程突破，也就是说你在拍一个很远的地方的时候呢，它可以非常稳的去锁在你想要的5倍的这个距离，然后拍摄你要想要的画面。那这是 Android， 但拍起来品质就是会比 Android 的还要更好，因为它的位移式防抖，在你不管你在走路或是你的手震啊，它都可以做很好的防抖效果。但是这就要非常看你的拍摄场景，你平常在使用的拍摄场景，而且有很多人是不需要用到这样子的拍摄场景。你如果是一般人，平常拍照是不太会用到5倍拍照的。那在哪些场景或你会用到5倍拍照呢？比如说你去看棒球比赛，看美式足球，你去看网球，就是这种 stadium 大型展场，或是像是演唱会等等，你想要拍到你会拍照的时候会有放大功能的时候，这个功能对你来讲，你一定要买 Pro Max， 因为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讲，你就要去评估说你的使用场景，这对你来讲是不是一个问题？如果是一个问题，而且你很常用到，是一个很大的痛点的话，我觉得果断的升级15 Pro Max。但是如果对你来讲，我平常就是用主镜头，像我平常录影就是用主镜头，那我觉得5倍长焦对我来讲就还好，而且我也不太去看球赛，所以这个升级对我来讲，我可能买了15，我使用到的场景可能不会超过10次。那这样子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升级对我来讲没有什么用。不过我觉得苹果这个工程创举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看你用不用得到。好的，那这次呢，他又提到说他对于人啊、狗啊、猫自动的捕捉到这个空间的资讯。那这次的资讯，它就是把它的功能再做更好的整合。但其实实际上你都还是必须要买到手机以后体验看看，或是你要等1到2个礼拜，等到 YouTuber 们都拿到手机，然后体验了以后，你才会比较知道说，这个用起来到底有没有那么样的提升。那对于苹果他们的光学的 engineering team 来说，他们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其实也还是可以期待一下说，实际上它的软体上面整合，可能真的像是苹果在发表会上面讲的那么好。不过我还是觉得说，要看到这些 reviewer 实际去拍样张，你看过了以后，你再决定你要不要买。而且在买 iPhone 的时候，第一批有时候很多人都要抢第一批，但是第一批通常问题是最多的，所以有时候等第2批或第3批的情况下，确认这个东西真的是你要的，而且东西功能都有推出来以后再买，我觉得是比较聪明的选择，也比较不会说第一批有很多问题啊，功能效果不是你想要的，那这样子对于金钱来说就是没有那么聪明的来做使用。好的，但这边他有提到说他的夜间是有配合 LiDAR 来做夜间的人像摄影，但前几代也有，但是就不太知道说15到底提升了多少，所以这个就觉得他一直在重复在讲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个一样的东西到底有没有提升呢？我们不知道，因为当苹果没有跟你讲说它有很大提升的时候，应该就是没有。好，那这边呢，苹果又有提到说它有 USB 3，可以让使用者提供20倍的高速传输。那这就是因为苹果之前的速度就是20倍慢，跟 Android 比起来就是慢那么多，所以呢，他现在跟你讲说，我们比自己比起来，我们快了20倍。但是他蛮厉害的事情是，他有跟Capture One 这些专业的工作室的拍摄，他们可以去做一个很好的合作。而 Android 通常都是我有给你 USB 3，我有这个规格，我有给你，但你会不会用，或是你有没有办法整合到你的流程里面，他们没有做太多的琢磨。这个是苹果厉害的地方。那再来是它有 log 编码的，而且有 ACES 的编码系统。那像我们平常在录影的时候有几个颜色的编码，比如 Reg 709或是 HDR 2020等等这些的编码系列，这次它有符合这些标准，所以苹果就是更希望说你拿一支 iPhone 可以来做专业的摄影。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专业的人来讲，他们还是会买专业的摄影机。那这 iPhone 来讲，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一个 B-roll， 我可以在适当的光源做出适当的拍摄，但是主要的电影的话，他们还是有专门的电影机来做专业的摄影。再来呢，苹果它把广角镜头和超广角镜头把它变成是一个可以拍摄立体影像的空间影片的这个功能，所以你未来你可以在 Apple Vision Pro 上面可以去观赏你3D 而且 True to Life 这样子的空间影片。那但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还蛮虚，就是说对于很多创作者，他可以先买来然后去拍这样的东西，但是以 Apple Vision Pro 来说，它毕竟是一个10万块的很贵的 XR 的一个玩具，那到底有多少人会来买这样那么高级的 XR 的设备，我们还不知道。但是苹果做这件事情，就是
他首先来做这件事情，他要把这个 standard 去把它立起来，就是说以后的空间影片都是要以苹果的这个规格，因为它有最多的 iPhone， 然后最多的人来录这个格式的空间影片。那这个空间影片的格式呢，之后应该 YouTube 也会支援。那当这些东西都定下来了以后，那其他 Android 厂商就很难去切进去说，我要有自己的空间影片的格式。我觉得主要是说，其他 Android， 比如说 Samsung 要追赶上来的时候，他要做自己的空间影片的格式的时候就很困难，因为我们已经就是苹果已经有那么多的 iPhone 拍了那么多空间影片，而 YouTube 就已经支援这样的空间影片，那这样子其他厂商就很难切进去说空间影片的格式规格。但 Vision Pro 我是相信说第一年可能 Vision Pro， 然后会有很多人来做很多开发者来做很多厉害的应用、好玩的应用，然后很多企业级而且商业的应用会出现。但苹果一定会在1年或2年后，比如说2024年底或是25年会推出 Apple Vision， 就是一般的版本，让一般人可以来做使用，然后便宜的版本，我觉得它如果卖大概3-4万块的话，我觉得会有蛮多就是会愿意去购买。那这样子3-4万就是它可能会变成是说，你去买一台 MacBook Pro 大概4万，然后搭配你 Vision Pro 可能就已经可以做一些应用。那你如果剪片或等等之类，它一定会给你说Thunderbolt 连在一起，然后可以玩一些3A 大作。我觉得这是苹果目前在苹果 Lab 已经做到的事情，但是它推展这件事情，它有它自己的时间表，就是它已经把这个5年的这个 plan 应该目前都已经做。那这边呢，他就来推说，它的 USB-C 可以做到多厉害的事情，比如说 iPhone 可以来帮它的耳机来充电，那这些功能其实在 Android 手机其实已经蛮常可以做到这件事情。Android 还可以做到是一只手机用的无线充电板来帮另外一只手机来做无线充电，或是来帮它 EarPods 来做充电。那 iPhone 现在目前都没有看到，不过对于 Apple 使用者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功能。Oh my god！我们看到这边是第2代的 UWB， 也就是超宽屏晶片，我觉得这是蛮棒的一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就 AirTag， 我觉得我以前都一直觉得说它的价格990太贵了，但是因为我最近真的是一直掉东掉西，钥匙掉啊、钱包掉啊等等之类，所以我在使用 AirTag， 我真的觉得它真的是体验用起来真的是蛮好。有一个功能是说它可以去侦测到说，你可能这东西已经找到在这个位置，可是你没有找到东西，那代表有可能是在不同楼层，所以它就告诉你说，有可能在楼下哦。那晚上的时候，我没有开灯，我光线太暗的时候，它就会自动跳出一个 icon， 是你应该要开手电筒，所以你可以非常快速方便的就开手电筒，然后去找到你要的东西。那今年它又更提升了更多是，你可以用 UWB 去找到你的朋友的实际的位置，然后再来是 Apple Watch 也可以用 UWB 2代去找到的东西。我更希望它是可以找到其他的 AirTag， 那这样子我们平常带着 Apple 的设备，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想要找到的设备啊，甚至是朋友。好，那这边它有提到说它 5G 又更快了，那我们等一下去看第6点他在讲。那它的 MagSafe 有做一些小小的提升，那这个提升它都没有提到太多，就是要让 YouTuber 来发现它来跟大家报告。再一些呢，就是 iOS 17的一些提升。那比较厉害的事情是，它在联络人上面呢，可以放一些海报来取代名片的功能，就是有点像数位名片的。然后 Name Drop 就是2只 iPhone 放在一起，然后就可以去交换 Contact 这个功能。那这边呢，苹果提到说，它 iPhone 对于环境更好，也就是说他们在制作这只 iPhone 的时候有用更多的金属都用再生的，连钛合金它都是用再生的。今年它把皮革去做取消，它把它变成是这种磨砂的这种针织的精细织纹，就是一些编织，然后让这个质感做起来跟皮革有点像，一种新的织物的材料。那目前这样看起来是蛮好看的，我觉得这个配合钛色，这个颜色配合钛色，右边这个黄色的有点像棕色的淡褐色，我觉得是蛮好看的。但是它会不会像是皮一样，就是用了1年或2年它就会开始掉，然后变得非常丑？这个功能我就是要时间再来看看说这个皮革到底好不好。好的，那最后就是上市时，就是这次的价格因为台币汇率的关系，所以有点调整，原本是256G 的 Pro Max 是4290，那今年是4490，就提高了2000块。9月15的晚上8点开始订购，那9月22开始可以领机器，那就大家准时的去订购，然后我觉得是体验看看了以后，你再来决定说，到底你喜不喜欢这支新的 iPhone。那这就是一个简单跟大家分享我对于 iPhone 15 Pro 的一些想法。那如果大家有其他想法，欢迎在下面留言，或再跟大家来做讨论分享。先这样咯。